给大家做一期新之刚 EZ 的复盘哦。这段视频我剪完了才发现素材用错了，本来想剪吃鸡的那一局，但是用成了老三的这一局。不过无所谓，前期的处理都是一样的。云顶之弈吃分靠实力，吃鸡靠运气。昨天也是交了1天的学费才悟到了 EZ 的精髓，第一时间剪给大家了。后面玩的再熟一点，再决定要不要出一期攻略吧。相比老的理解，现在的 EZ 有很多不一样的点，还是值得一说的。这局的城邦是3费1子，我把发的女强卖掉了，留下了螃蟹。赌女强现在并不强势，单卡打工强度也一般，所以直接丢。螃蟹是一张即便不开羁绊，过渡强度都很高的单卡，可以暂留。第一轮打野怪是上了2张1费的，后续有比较高概率要留的打工牌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后续如果野怪的法球爆血，那么可以把场下的棋子卖掉吃利息，同时又留下了我们想要的牌。相反，如果打野怪上的是无关紧要的牌，想要的牌却留在场下，那么我们把有用的牌卖掉吃利息就会很亏。1-4我拿下了凯南的天选，凯南并不强，但是我们先用着。1-4拿下，如果准备打连胜，一直不卖，下一轮天选就会在2-5刷新，刚好是我们升5级的节点，到时候有70%的概率刷新2费天选进行替换。那如果后面没有连胜，我们也可以使用上期视频讲到的烂局处理方法，在2-1用完之后把凯南卖掉。这样的话，这里拿凯南这张过渡一般的天选也没有太大的影响。1-4没有选择提前 F 人口，一是因为起手质量一般，没有必连胜的把握；二是我要留场下的螃蟹用来打工；三是这局神邦不是踩开，也没有必要去赌前进之路或者恶魔契约。2-1的海克斯选择法球现在比较一般，平均排名4.54，前期也没有提供超神的过渡战力。成多还可以，但是2-1选收益不高，因为人口不多。宠粉这个玩赌纳尔的时候选还不错，这里选收益一般。都揉掉了之后，我选择了不是今天，它提供了35%的攻速，对比红 buff 只少了5%，同时提供了10点攻击力以及刃刃的主动效果，触发之后也有一定的攻速加成。我把它视作 EZ 启动装的等价替换，同时它提供了不错的过渡强度，所以我选择了它。这里运气不错，嫖到一个2星亚索，装备也都还能合得出来，配合凯南能开出羁绊，上人口挂一个螃蟹后的战力对比场外其他玩家也小胜一筹，所以 F 一下尝试连胜。因为是奔着 EZ 去的，所以这里没有和泰坦留魔抗做银血玩永恩，而是合了板甲，这个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。直播时常常有人问主播为什么不合这个，为什么不选那个，我都很难回答，因为这盘游戏是我在玩，所以没有做出你想要做的选择。连胜2局后来到2-4，这里观察场外，可能遇到的对手中小豆皮的质量比较高。如果我们不拉5，对面拉5的话可能会打不过，同时拉5的话有机会能赢，所以我们选择拉5，但可惜没有碰到，打的空城哥。选秀拿下能马上合成成装的全套，如我们开始所说，2-5阶段刷新天选，靠70%的概率刷新了2费天选，我们果断进行替换，确保场上的最高质量。用了一回合不开羁绊的2星亚索之后，我发现他打的伤害不尽如人意，所以我把它卖掉，装备集中在贾克斯身上。这里有一个小失误，场下的阿木木买上去能多开一个护卫，好在最后还是赢了豆皮，没有留下伏笔。3-1回合升到6级，为什么要在这波升级？首先为了保连胜，观察对于场外，我多一个人口大概率能帮助我续上连胜。一波连胜的经济是3块钱，所以少吃点利息没什么。其次是拉完人口剩30块及以上的话，经济能快速恢复，即便断掉连胜也不会亏太多。要是你拉完人口不剩30块，还没续上连胜，那就崩了。所以不要盲目模仿，升人口之前想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好处和风险是什么。这里上新之刚也是源于我对战力判断的足够自信。3-2选下版本强势的基亚木之名，平均排名4.39，虽然数据上巨块更好，但是 EZ 是前后排阵容，装备相对比较集中，而且不是多装备局，能吃到巨块的人不多，像超粉拼战士这种更适合巨块。补充一个小知识，装备集中的战力比分散的战力更高，因为装备之间能互相联动。2-5拿天选，3-2就会自然刷新下一轮，这里没有拿塞纳是因为没有合适他的装备和羁绊，也没有超粉能给他青龙刀，不如武器强。3-3升到了7人口，这里升人口的原因和之前升6一样，可以看到游戏节奏每局都可以不一样，不是说攻略让你4-2升8你就非得4-2升，有的时候经济好就要提早抢牌，有的时候经济差就要晚几个回合启动，这些都是要自己判断的。像升人口启动这种属于重大决策，是能直接影响游戏走向的。选秀拿下腰带，合成既能提供即时战力，又能和板甲配合很好的狂徒。3-6上一轮刚收了几块钱，这里判断需要下岗补质量才能赢下最强的那家对手，所以果断下岗。现在的 EZ 前期吃不吃刚没什么，先把容错保住，4-5阶段再吃刚都可以。那时候的一波3刚差不多就有一个金色的战力强度了。
对了，补充一个肉装的理解，我一般不怎么喜欢喝狂徒，而是喜欢喝免卫。它提供了和狂徒差不多的血量，同时免费赠送了抗性、法强等属性。更关键的一点是，它不怕被奇安娜推，奇安娜复制免卫过去就是加了点面板，要是偷狂徒过去就太有用了。倒也怪我们的经济优势很大，直接 F 到8人口搜一波牌，我们先启动，刷到了 EZ 的天选。平时的对局中，如果另外几家玩 EZ 的同行先拿到了牌，而你比他们晚启动，大概率拿不到2星 EZ， 就得考虑转超粉、迪斯科这些阵容了。能不能灵活跑路也是区分高手和一般玩家的关键。第3个海克斯我随便选的，这里选药剂师也可以，或者选幸运偷偷补前排也行，看个人喜好了。整个4阶段我都没有补出足够的前排，坦克装都还在2星阿木木身上，索性就挂5缸输一会儿，反正前期积攒的容错足够。4阶段我一直都在搜，但是没有2星的4费前排，不过2星 EZ 足够强，我的血量依旧没什么压力。5阶段开始我下掉了5缸，丢了1星的前排上去，开始攒钱上9。5杠5来到9级，依然是波波 D， 啥也没地到，等于我的质量从4阶段搜完牌就基本没动过了。这里选择开出4大腕，4大腕和爵士、耀光这边的羁绊略有冲突。我说一下如何取舍。如果你的 EZ 天选是大腕射手，或者 EZ 的装备做的足够爆，比如蓝 buff 加双无尽，或者像我这把这样，那么开4大腕的收益是大过拼一堆羁绊开爵士和耀光的。而且你4大腕由于把伤害属性叠满了，所以对前排的要求反而没有那么高。像这把这种前排烂掉的情况，也可以优先考虑开4大腕打爆发。后面基本就是被暴打了，看一波这把最后成型的质量长啥样吧。这把遗憾老3，如果前排质量能再顶级一点的话就好了。最后这段素材是我本来想要剪的那一把，理想的成型质量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各位看一下它的实力吧。如果这边接到一波大就赚了。OK， 这边接到一波大，它就应该不可能赢我。它福 C 养的弧线下面上去。粗略的说一下阵容怎么搭 ，EZ 色题基本不动，常用铝枪和巴德开大腕和爵士，前排的4人组波比、锤石、扎克、阿木木在8人口的时候固定不动，谁2就谁带肉装当坦克。上9之后2星俄罗伊换2星扎克，1星俄罗伊单挂，波比、阿木木一起换2星掘墓。耀光用拉克斯卡牌炸弹人开，这些耀光石都是可以养的。5费卡里奇安娜、情侣这2张卡是基本上不去的，新手别留，容易过载。EZ 的装备无尽必备，启动装从红 buff、蓝 buff、纳什双青龙刀中选一个，第3件随便补输出装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